上了日本的套，泽连斯基首次关切台海和平，与普京形成明显反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国领导人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举行会谈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突访了基辅。在美国人看来，岸田文雄此行虽然影响力无法与中国领导人相比，但是多少呢也能抵消一下中国力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压力。但是谁也没料到，泽连斯基干了一件蠢事儿，也就是在日乌首脑会见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罕见的共同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称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双方也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日本关切台海和平，其骨子里是想干涉台海事务。深层次原因有两个，一是担心中国统一后让日本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受到重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利用台海和平给中国施压，成了日本力推的外交策略之一。二是日本毕竟距离台湾很近，台海发生战事必然会冲击到日本的经济，这个呢肯定也是实打实的。但是日本关切台海和平的本质又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忘了自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身份。对日本右翼政客的举动，中国人民是非常气愤的。但是你泽连斯基又有什么理由谈及台海和平呢？一个将乌克兰人民带入战争，让国家前途命运都掌握在美国手中的领导人，既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谈及台海和平。在对待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民众存在着中立、亲乌克兰和亲俄的差别。许多中国人亲乌克兰也不是支持泽连斯基政府，而是同情饱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人民，以及中乌多年来的民间友谊。毕竟乌克兰在历史上对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也是有较大帮助的。说实话，中国人亲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的战略打压，而对美国最大的反感就是干涉台海事务。俄罗斯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普京再次明确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而且坚定地支持中方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措。你可以细品一下，支持中方举措是什么意思？虽然中国不指望在统一台湾时能够得到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但是能保障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而且在战略上进行必要的策应，都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泽连斯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有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闭嘴，而不是因为从日本那里拿到了点援助就开始关切台海和平了。乌克兰为了与俄罗斯长期作战，需要西方的援助，这个中国无法阻止。但是一旦乌克兰为了获得援助而将手伸到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那么问题就严重了。中国在力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可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俄罗斯从乌克兰战场上抽身，而是真心为了世界和平，也是为了乌克兰人民。泽连斯基要认清中国的实力，也要放弃中国会站队西方施加俄罗斯的幻想。在台湾问题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才能获得中国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尊重。在台湾问题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态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会让中国民众看两国的眼光完全不同。中国人要是很生气，后果就会很严重。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与乌克兰都要把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完整这条国际规则当成最高利益。泽连斯基因为一点小利而忘了根本，那么对今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麻烦可就大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